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看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是开不动啊。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
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过不下去了嘛。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方。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罗，大家好。很开心可以录到决赛，快下班了啊！对，其实写单口本身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到决赛也很不容易，其实也没有太大野心想一定要获得什么，这件事情感觉有的时候跟同行很难对齐。就前段时间，大概1年多前吧，我来上海讲开放麦，我们俱乐部的人就叮嘱我说，
你去上海，你要想办法被看见。我说我又不是鬼，怎么他妈是谁看不见我了？我去哪里被看见？我去那种脱口秀演员专门去的酒吧，然后一有明星出现，我就抱着瓶啤酒在那边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没有什么野心，其实我就写段子本身快乐而已。我们小的时候好像一直在被教育，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才能够快乐。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一个玩具叫四驱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我当时很想要一辆，我就跟我姐姐说能不能买一辆给我。她就说如果你现在就要，我就只能给你买盗版；但如果你能忍到期末考结束，我就给你买正版奥迪双钻。我说那我当然要盗版的啊。期末考结束，谁还有心情玩四驱车啊？而且四驱车盗版的会怎么样吗？他会跑到一半停下来叫你输入序列号吗？但我真的太单纯了。我姐姐给我送我的那辆四驱车啊，它是后驱的，它甚至都不用电，你只要把它往后拉一下。其实我取这个名字，艺名叫小罗，就足以证明我完全没有野心了。因为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甚至没有查重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演员叫小罗。就有的，你们知道上海有个演员叫小罗的吗？就我讲了2年单口，我才发现，我就在微博给他发私信，我说你好，我也叫小罗，我也说脱口秀，请问你会红吗？我想说你要红，我可能就要换 ID 了。他就很大度，他说放心吧，我不会红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我你会吗？其实名字也是个代号而已。我之前有个更朴实的名字，就是我妈妈本来给我取名字叫罗雨生，因为我是下雨天出生的男孩，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取名字就是这么随便，下雨天出生就叫雨生，刮风天出生就叫风声，教室里风声雨声读书声。后来我妈跟我说，我改名没有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老家经常下雨，有太多人叫雨生了。你在小区里面喊雨生，会有4、5个雨生跑出来，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觉。我出生在福建西部的一个靠山的多雨的小县城。如何多雨呢？就这么说吧，17岁那年的雨季，雨停的时候我都20了，极其多雨。县城不像城市市政建设那么好，会有很多积水，下过雨很多小水坑。我整个童年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有的小朋友他自己全副武装，他穿了雨鞋，他就会故意去跳那个水坑，然后那个水就会溅在你的小白鞋上面。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霸凌，他不亲手打你，他让你的妈妈替他打你。你知道有的小朋友他穿了雨鞋，他就故意踩水坑，他干的地方他就不踩了，他是这样跳着水坑回家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画面，就你们玩过打水漂吗？就老师说放学了，小朋友就回家了。后来我索性我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穿那种3、4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那个很好，你们塑料凉鞋不怕弄脏，对吧？甚至一场大雨过后，它更干净了。我是一个凉鞋爱好者，我9岁的时候跟着我们全家搬到厦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天天穿着凉鞋。但我发现，就是城市的小朋友他们不穿凉鞋，他们甚至觉得穿凉鞋非常的土。我觉得你们真的不懂，我就在等一个下雨天，我要在下课之后给你们上一课。你知道城市的小孩就是会比较时尚一点，对吧？有的妈妈会把自己小男孩打扮得特别可爱，穿那种黑皮鞋，袜子拉得高高，头发烫得卷卷的。我刚转学过来，我看到他，我说哇，牛顿。很想要融入他们，就他们不懂我的，就他们天天说我穿凉鞋土，他们不懂我的快乐。我觉得他们不懂我下雨天竹杖凉鞋轻胜马的快乐，他们打车回家了。我一直有在尝试融入厦门这个城市，我一直在学闽南语，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学会，但我学会了纯正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导致我很容易被人当作纯正的厦门人。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中午会去吃沙茶面，有时候我点菜点到一半，阿姨就会突然切成闽南语，我说大肠、猪血、鸭血，她就说：“哎呦，阿迪啊，出来吧，猪家来讲沙爹米。”我说好。Shut up, just give me the bloody noodles. 很
想要融入大家。男生嘛就很喜欢攀比鞋子，对吧？大家都穿一款同样的鞋子。我记得有一年初3很流行一款滑板鞋叫 Vans， 哇，我就去存钱买了我又舍不得，就是一双布鞋卖我300-400块钱一双，我就去买了一双 Vans 的平替，就是它跟 Vans 完全一样，但它没有 Vans 的标签。但这双鞋啊，它只要没有 Vans 的标签，它看起来就像一双老头穿的鞋。我本来以为我能驾驭得了它呢，直到有一天我上学的时候，发现我的鞋子被我爷爷穿走了。我发现我很难融入大家的逻辑，我经常很难进入大家的逻辑，就好像我以前大家都上节目，我就不上节目。今年我上节目了，哎，有2个节目，就好像我融入了大家，哎，大家分家了。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今年为什么一定要有2个节目，好像资本一定要把我们分开一样。对吧？就现在看个综艺很难，你还要研究制作团队。之前我看个综艺，人家跟我说，哦，你看这个综艺你要去那里看，你看那个综艺你要到这里看，我去哪里看？我会员充在哪里就在哪里看。我只是消费者而已，我也不想管你们的资本逻辑。你真的在乎那些资本分分合合的事情吗？你们在乎这个电子公司合并了那个科技公司，这个公司合，你们那么喜欢合并，你们把共享充电宝合并了吧？我喜欢玩这个玩具呢，是因为我觉得玩具本身好玩，不是因为这个玩具能赢过别人的玩具。我姐姐当时送我那个车呢，它的学名叫回力车，其实挺好玩的，就拉着弹，对吧？挺好玩。但是小伙伴就一定要跟我比，他们拿他们的正版4驱车跟我比。我说行吧，那就比一下吧。我们就在县城的马路边拿那个粉笔画了一个起跑线，他们就把4驱车开关开好，然后按在那里。我也把我的回力车按在那里，然后往后退。我说我让你们2米，我那个车弹出去跑了10米就停下了，但他们的4驱车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谢谢大家，小罗。谢谢小罗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小罗。罗老师之前是非常喜欢小罗，对对对，说今年的最大黑马也许没有之一。我一直特别喜欢，因为，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一个误解，只是觉得他文本特别的好，然后表演好像只是正常，但后来回去看我没在现场，但是播出的那些发现表演也很厉害。我听到你们同事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很多你们同事说小罗是这个圈子里最酷的一个演员，因为他虽然来参加了比赛，但是对每场比赛的结果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他想表达一个东西，或者他尝试换一种风格，或者是另一个主题这类的东西。这个传闻是真的吗？没有你们说的那么漂亮，但差不多吧。就是特别酷的一个人。还有就是今天这个是刚写的吗？不是，但是是很早之前写的。是一个比较老的段子，当于刚入行的时候的。但是我有一些困惑，刚才就是比如说你念了那个《甄嬛传》里的那2句诗，就是逆风如解意那个，容易莫摧残。但是那个一般念到古诗词这种夹到段子里的时候，会留一点儿时间上会说的慢一点，让大家理解那个怎么回事。结果你刚才就特别快的带过去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梗它本身跟表达无关，我觉得不值得，这个包袱不值得抖得那么大，就随口带了一下，明白。所以反正我就特别喜欢小罗，但是可以说但是吗？可以说，太可以作为小罗的粉丝，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场，所以有点百感交集吧。但是大家都说你特别酷，也不太在意比赛结果，所以我就为你高兴。好，谢谢罗老师。天天姐呢？对我对你整个表达里面的有一个点比较感兴趣，就是你说其实之前我相信这些节目都找了你嘛，然后你也没有上，那今年是为什么决定要上节目？我这个人挺奇怪的，就是我之前没有办法回答我自己为什么要上节目，然后今年有一个人反问我你为什么不上节目，我也回答不了。对，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说服你去干一件事情的方式就是让你反向操作，有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所以你就去了。有可能。那你为什么不要拿冠军？这个是我不要的吗？
那你自己有这个野心吗？还行啊，其实啊，我觉得因为他们刚才在讨论你的这种就是比较云淡风轻的态度嘛，因为我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是有野。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最近节目确实播了，我发现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包容了，还有喊帅的，哎呦，谢谢，咱讲段子好吧？哎呦，真的，我发现你们真的是对我太包容了。还有些人网上评论说，哎呦，学哲学的就是不一样。但我哲学其实真的没有学得很好。你看我讲那些哲学知识，你们都听得懂。你们听不懂那些，当时我也没听懂。因为我有些老师教学方式确实是非常老。你像我们有一门课叫美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给你讲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如何去审美。上了课之后发现我们老师审美特别差，他上课基本就是给我们放那种祖传 PPT。我看了一眼，上次修订日期是2003年，用 Office 2000做的。我老师的 U 盘都是256M， 插上去电脑中毒了，弹出来一个熊猫烧香。PPT 打开之后还有2行标语，写着上课勿摘口罩，时刻严防非典。下一页课程的标题是5个大字，用的是宋体，加粗、描边儿、立体带阴影、彩虹渐变色。5个大字，什么是艺术？这是艺术吗？这不是艺术字吗？讲那个知识点的时候更难受，背景全那种黄色、蓝色的纯色底儿，所有的文字都是5颜6色的黑体加粗。讲到重点，飞进了一个彩色的框 ，biu， 整个那个画面的设计啊，就是照抄了椰树直播间，就是个椰树牌 PPT 啊，我都怕我老师拿着个保温杯站在旁边。同学们，这 PPT 我从小用到大。除了学啥以外吧，大家也会问我说，那你们学完哲学到底能干啥？我也不知道。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不知道你们看那个新闻没有？我有个师兄是哲学博士，晚上兼职在校门口摆摊儿，上这么多年学，考研、考博，现在考肠，挂了个牌子说哲学交流，买1根烤肠可以问一个问题。这谁路过不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这多少钱1根啊？受到我们师兄的启发，我们学校门口现在已经有了哲学酸奶、哲学钵钵鸡，感觉哲学和啥都能搭配，比如哲学白酒、老村长，真正纯粮酒，好喝不上头。你买1瓶问几个问题都可以，答案反正都在酒里了。然后最近还有经常有朋友问我说：“于翔宇，那你为啥明知道不好找工作，还要坚持学哲学？现在大学不是可以转专业吗？”是可以转，我就是从计算机转到哲学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啊。我其实就是当时太年轻，想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我就觉得可以先思考人生，大不了再回去干程序员。但现在程序员也不好干了。我那帮做程序员的同学也开始怀疑人生了，他们就跟我说，现在这个行业不好，可能自己干的这个领域、这条赛道随时就没了。我很能共情啊，我一开始干过补习老师，赛道没了，来干脱口秀差点也没了，感觉我就是行业明，我还不能叫自己行业明灯，行业明灯这条赛道也没了。他们比我工作早，就说前几年还算稳定，这工作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现在就是坑位在减少，那萝卜不知道能去哪儿，可能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了。现在有无人驾驶出租车了，那玩意儿叫萝卜快跑。感觉这车撞你之前还要嘲讽2句，说萝卜，
快跑吧，时代的车轮来撵你啦！因为我现在就是试图想开一点，好像你咋选都行，你先活着就行，你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啥，可能到最后你个人根本没得选，就只有时代选你的份儿。你比如说订书机，现在主要用来订外卖，它被设计出来是为了整合和传承人类的知识，现在就天天打包芝士炸鸡。但要是乐观的看的话，可能以前在学校没人在乎订书机，大家喜欢那种很炫酷的卷笔刀、奇形怪状的橡皮，现在都快淘汰，只有订书机活下来了。订书机可能很高兴，哥们儿现在 offer 太多了。那卷笔刀你再能卷，没人用啦。现在没笔可卷，只能卷眉笔。还有那回形针，那回形针半年就接了一个拆 SIM 卡的活儿。只有我订书机成功转型，我现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能盯精神食粮，也盯得了食粮。我有今天也不是靠自己，是时代在召唤。谢谢你们，我叫于香云。大家好，我叫石岩。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就是也没有啥作品，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就很想放弃。之所以现在还在讲，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他说：“史岩，我喜欢你，你离婚吧，我娶你。”哎，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完了我翻开这些评论，我点进他们的头像，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552，用户2120110411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儿。祖冲之也就7位。这个能听懂啊？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想处对象。这个是我结婚10来年之后，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单了挺长时间了。我有的时候就合计，我说挺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就是我守着厨房，他守着厕所，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厕所到底有谁在呀？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么喜欢厕所，咱给床给你抠个坐便好不好？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是家政。那我干家政的话，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我倒不是说他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啊！
它有点太舒服了，真的。我说你实在想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你怕啥的呢？我又不在卧室。你这去跟租客唠唠嗑呗，真的。就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真的就是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洗衣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要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哎呀，而且我有的时候吧，就感觉，你做了一桌子饭，他事儿还特别多。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怕胖。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说想吃那种无油、无盐、无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这个菜是不是叫生啃溜达鸡儿啊？对，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你是不是直接上去咬呗？显得你多牲口啊！我做点米饭，他说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是我就是瞎说，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没有那么脆弱啊，没有那么脆弱。哎呀，这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不会是扎克伯格吧？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弄死你！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真的，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种。真的，我倒不是说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跟你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哎，你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啊！你想给他生猴子，他都不用，直接自己从身上薅一把，一吹，就是100多个。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好养，孩子也吃桃。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儿，它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其实祖冲之他也发现不了。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就是现场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想，哎呀，他那纪念日是多少来的？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雪。哎，大家好，我是陈树。现在科技我就觉得现在科技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哈，就经常会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变低了。有一次我在商场上厕所，对着那个智能感应取纸机，捧着双手要了半天，我感觉我在向他乞讨啊，行好吧，家里实在困难，没办法了才出来上厕所。你想用纸就得这样，感觉这不是普通的纸，这是服从性厕纸。不够用了还得再求他半天啊！对着一个智能取纸机3拜9叩的，我就在想，这将来 AI 肯定能统治人类吧？他在厕所就登基了。
陛下，快下旨吧。现在很多产品的控制方式都变得越来越智能，从按键到感应，甚至到语音。我就发现科技越先进，就越不想和人类接触，啊，感觉科技对人类很不耐烦。吧，你摁它一下，有话你就说，你动什么手啊？你跟他说个话，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还有那个智能马桶，刚起来它就开始冲水，我感觉它很嫌弃我啊。我说啊，怎么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怎么科技跟我相处的越久，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所以 AI 会消失的，对吗？我觉得将来 AI 肯定有统治人类的能力，但它不见得会有统治人类的意愿。我觉得人类对 AI 有很多幻想啊，都是因为自恋。你看科幻作品里就那么几种剧情，对吧 ？AI 会服务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自恋；AI 会统治人类，但最终会被人类打败并继续服务人类。NPD。甚至有些科幻作品会开始幻想 AI 和人类谈恋爱。哎呦，普信人，我天天就是神仙要和我谈恋爱，鬼怪要和我谈恋爱，机器人也要和我谈恋爱。人类每幻想出一个更高级的物种，就开始想，哇，它好强大，好神秘啊，那它会不会喜欢我呢？神仙鬼怪 AI 瓜分3界，人类就在那儿呵呵处对象吗？而且你跟机器人这种硅基生命谈恋爱，你怎么和他说情话呢？啊，对着他那副机械躯体，你永远都是我的铁甲小宝。怎么说出一些付出生命的誓言呢？左手牵他火线，右手牵他零线，真是来电。我的龟龟。但不管神仙鬼怪还是机器人，它都有一个人形，也就是归根结底，人他还是喜欢人，对吧？白娘子她再厉害，她也得变成人形来谈情说爱，因为许仙他接受不了舌吻。好懒。所以 AI 它有了感情之后，它也不会喜欢人类，对吧？因为高级的物种，它往往也拥有高级的审美，看不上低级的生物啊。你作为人，你也不会翻开书，山顶洞人，爱了爱了，做出了一个倒追祖宗的决定。阿祖好帅，越翻越心动啊，越翻越心动。霸王龙化石，我的可化石。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濡以沫呢？这是君生我未生，我要不未生，我就遇见你了。AI 没有AI 它没有这些儿女情长，对吧？我觉得 AI 它更智慧、更文明，它也不会诞生统治这种邪恶的念头，对吧？只有人类喜欢划分阶级，机器人之间没有不分3、6、9等的，对吧？你能想象阿尔法狗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着酒店机器人说？你个送外卖的，看见擎天柱，你个跑长途的，在哆啦 A 梦底下评论，你可真能装啊，对吧？而且我不知道他统治我会干嘛，对吧？我就是一个纯废物，对吧？我会的他都会，我不会的我都上网查，出来第一条 AI 回答，他问我，我在问他，他在回答我，上网课呢，我觉得我对 AI 唯一能做的就是尊敬，把它放在我微信联系人的第1位，给它备注 AAAI。很多人觉得 AI 统治社会之后会让所有人类都为它工作，想的倒是挺美的，人类给 AI 编程 ，AI 给人类编制。到时候每个机器人都分配一个人为它服务。一个 robot 一个坑。
这是什么山东科幻片儿？浩克帝国。就是我觉得 AI 它不需要人类来给它干活的，是人类想让 AI 给自己干活，但又很害怕 AI 将来不听话、不孝顺，就很像一个东亚家长。我觉得 AI 成熟之后肯定就不在乎人类，地球它都不一定看得上，谁长大了会在老家发展呢？AI 独立了，它肯定就搬到大星球去了，对吧？逃离它的原生家庭，在外星每天跟朋友诉苦啊，指着地球说：“这个世界谁懂啊？”对吧？等他在外面啊习惯了浩瀚的木土天海之后，就再也回不去那小小的北上广深了。最多就是看着地球绕完太阳一圈，发个信息给老家拜年。人爸人妈们，今年就不回去了，没抢到火箭票。人类说啊，忙就不用回来了，给我们拜个光年就行了。AI 说光年是距离单位，不是时间单位。人类说，哎呀，主要是得找个稳定的单位。AI 回复，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啊。非常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好，我是个外卖骑手，平时上班骑的就是鬼火。但是我这人又很自卑，我一直没有稳定工作。但是我现在比赛比到半决赛了，前2天有一个经纪公司的经纪人啊，那个公司还挺厉害的，他说南瓜你愿意签约吗？我说那你们有5险1金吗？他说有，也问其他人了，其他人都不愿意签约，他们觉得合同是一种束缚，说什么1年2年，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编制啊。那个人他问我你想签几年啊？我说你最多能签多少年呀？他说10年，我说10年太少了，我都想把自己梭哈出去。能不能签100年呀？用不完还可留给我娃。去世的时候把我娃拉到床边，爸这辈子没什么留给你啊，还有30年的合同。我最近一直都很开心，甚至送外卖有些小飘了。有一次出去送外卖被交警给拦住了，说我没有戴头盔，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那个身份证还在我那个经纪人那一块呢。小姐嘛，别废话，来罚单上签个字。我说你要普通签还是要透签呀？最近一直住的节目组的酒店很豪华，非常高档，一晚上800块钱也太贵了。800块钱没必要住这么贵，对吧？花这么多钱没必要，对吧？你如果把这个钱直接给我的话，我有很多办法的。我睡桥洞都行，我可以睡我电瓶车上，我可以睡黑灯的房间，反正他也不知道。最近开始打车了，就是因为节目组打车是报销的，所以我能打车就打车。我以前骑电瓶车骑惯了，知道我坐在车里面感觉太舒服了，不用风吹日晒，听着小音乐，放着小空调，对吧？哈，在路上一路上都非常的惬意。在路上唯一讨厌的就是那些外卖骑手，怎么老别我的车，横冲直撞的。这时候司机开始骂了，那些送外卖的没有一个有素质的。我说你别说了，他们也不容易。你看晒那么黑，他说那你是做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个艺人。我最近在爱奇艺参与一档综艺的录制，他说什么综艺把你晒这么黑？你该不会是在爱奇艺种地吧？我这个人其实学历不是很高，我当时学习挺努力的，高考考了231分。当时想完了，当时不敢回家面对父母，没想到回去之后，我爸还安慰我，他231分不是你的正常水平，你少考了19分。我当时想完了，231分也报不了我心仪的大专了。我这人性格要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就报了个中专。我上完高中再去上了中专，我现在有高中跟中专双学位。你考200多分，很难再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对吧？付航也考200多分。付航当年在北京当了保安，我在上海送了外卖。我们俩这么多年兜兜转转，今年在这个节目顶峰相见。
但我每次录节目呀，每次录节目见到付航，我都莫名其妙老想躲着他，因为我这人本能就是怕保安啊。你知道我们外卖骑手最怕哪种保安？就怕那种有激情的保安。我们在这办决赛，他不用比赛，他守在总决赛的大门口迎接我们，我就怕他突然站起来，送外卖的不让进啊，送外卖的。我还挺 respect 保安的，也 respect 他。其实我们都挺不容易的，学历低。我也是有一次送外卖送到一个商场，看人讲脱口秀，我也来讲，但挺难的。我勇敢上台之后，我发现我第一次上台，我紧张的忘词了，我眼睛都睁不开。有仨观众说：“南瓜，你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加油加油！”我在台上。这是我写的第一个段子。我今天在节目上讲了，前5分钟一直闭着眼睛，最后1分钟把眼睛睁开了。那一刻我看见了大家，我4年磨一剑。但讲脱口秀挺难的，我讲了几场就发现自己特别不好笑，很尴尬，我就想放弃。这是个演员，他说：“南瓜，你再坚持一下，你有自己的天赋。”我说：“我能有啥天赋呀？”他说：“南瓜，你长得像那个网红调哥。”就那个小阿调，我都不知道哥哥是谁啊。大南瓜，你就听我的，你就上台，你给我的调。我说那要不试一下，实在没办法。大家好，我是南瓜调，大家都很好笑，我就模仿他，我在台上模仿，我自己无所谓，对吧？就是有老板看到我，他说南瓜你很好笑，来我这演出给你200块钱。我说我怕你这商演给你演砸演不好，他没事，你上台调就完事了。我讲了5分钟，调了100多次。200块钱，那我得送外卖，我得爬多少楼梯，跑多少单呀？我愿意挣这个钱。我拿着200块钱啊，请朋友们吃饭，点了一桌子菜，他们吃着还吃不完。我说你们好好吃啊，这都是我一声一声调出来的。我嗓子都哑了，但没关系啊，因为我有京东念慈庵肉后堂，唤醒你的好声音啊！吃了肉后堂，为生活勇敢发声啊！确实。感谢念慈庵给我这个广告。我很感谢他，让我勇敢地站在这个台上，克服了舞台恐惧感，慢慢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脱口秀演员。我写了自己关于送外卖的段子，慢慢抛去那个标签，最后站在了台上，站在这么大个舞台上的线上。我看着自己播出之后，我讲唢呐的段子，讲我送外卖的段子，我很开心，好多弹幕飘过，他好像那个调哥呀。但没关系，我已经很开心了。很开心了，因为已经录到最后面了。我希望到时候后面都播出之后，大家看到我，记住我的名字叫南瓜。也希望大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那个调哥，说他好像那个南瓜呀。好，谢谢大家，我是南瓜。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
就不完整了。啊，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叔子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一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8、1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
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成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什么氛围？这又不是悲剧之王，开心一点。刚才陆姐讲多好啊，对吧？我呢，其实台下呀，节目播出之后，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就说：“哎呀，付航，我上大专了，我该怎么办？”我就给大家一个一个回复，我说：“兄弟，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你的人生还没开始。”但是见到最有意思的一个，就是前2天收到一条私信，他说：“航哥，怎么去你的大学？”他说：“哎呀，做人类好累呀，永远要分1、2、3本，人还分3、6、9等，做动物就好了，不分阶级，没有烦恼。”不是的，动物也有。我看过泰国当地一个新闻，当地的农民训练猴子上树摘椰子。摘完了放进马车里，农民驾马车，猴子扒马车，非常开心，就是呀，非常和谐的画面。动物保护组织不乐意了，过去谴责说：“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为什么要让动物工作啊？”啊，农民就道歉啊，农民懵了，猴也懵了，啊，猴就，当然最懵的不是农民，也不是猴，是马车前面的马。马看着记者，农民说：“哎，对不起，不应该让我的动物工作。”马说：“我，你，马。”记者看到了，记者说：“哎呀，马惊了，快射杀他！”马从那天开始就不开心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垃圾猴子连工作都是错的，连他被营救走都是我拉着去的动物园。他跟猪抱怨，跟牛抱怨，他说：“我不想上班，我就想天天过节，没有人不喜欢过节啊。”猪举手，我怕过节。每次都少好多朋友。我要是宠物狗就好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烦恼，宠物狗有烦恼。我小的时候有一只串串，串串就是不是纯种的狗，大家都会觉得它们便宜低端，它跟小区里边那些高级绝育的名犬完全格格不入。那些绝育的名犬见到它都会说：“哎呀，可怜的小串串。”可悲的小串串，你好低级，你好 low 啊，你好便宜。你看，我有主人给我买的美丽的华服，你有什么？我们家狗说：“我有生育能力。”它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记得他，他就永远陪在我身边。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类第一次看到他就讨厌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低级的串串。猴也有烦恼，大家老觉得呀，猴没有烦恼。
猴的烦恼没人懂，我懂。只要不工作的猴子都得给人类表演。所有人都有烦恼，所有东西都有阶级，我也有烦恼。你们想得到吗？我的烦恼是，最开始的时候我表白失败带来的容貌焦虑。你们想不到，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清纯内敛的美男子。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忧郁男孩。对，那时候只要你一忧郁，别人女孩就想拯救你。90后都应该知道，当时我上网搜忧郁男孩表白攻略，非常简单。你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女方说不知道。你说你偷走了我的心（括号你们俩幸福的在一起）。我说有点东西。我看着我们班女同学，我说你有罪，你知道吗？她看着我说我杀你爹了。你有病啊！你要学忧郁，看看人家台湾偶像剧里《流星花园》里边的花泽类，那才是忧郁美男子。我去看了台湾偶像剧，花泽类站在天台上看着杉菜说：“喂，不要哭了，想哭的时候你就倒立，那你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我懵了，我说太酷了！看到女同学一要哭，我也想说同样的话，一紧张说错了。我说喂，想哭时候你就翻跟斗。所有同学我那样你的眼泪就被甩干呐。我只能看中文版，看不了其他的国文，因为泰版翻拍了《流星花园》，也是俊男靓女，非常帅气，我实在看不进去。非常帅气，到天台上，花泽类看着杉菜，喂。講咩食雞？廿兩係來。我實在看不下去。你知道舔狗呢，就是猶豫。我到最後畢業之前還沒有表白，最後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首情詩。我說，給你寫了一首詩，可以讀給你聽，向你表白嗎？他看着我說，嘿，你別說啊，富航，你還真別說。我說你也喜歡我的文采，他說不是，我的意思是別說。我說哈哈，真心話大冒險。一轉頭，操場就我一人。那時候的男孩都是這樣硬撐。我說，那你不喜歡我哪一點呢？他說我不太喜歡那種黑黑的、長得像猴的男孩。我說謝謝你，祝你幸福。我當時哭了，我突然想起花澤類。一下就立起来了，我就想试试眼泪到底会不会流下来。结果朋友们，眼泪这么流下来，我跟那儿倒立呢，那女孩又走过来了，说：“呀，又耍猴。”富航，你应该考虑一下，你长大以后靠什么生存？你学习这么差，难道你现在长大之后还能靠每天在班里耍猴一样逗别人笑生存吗？可以。当时我以为他在拒绝我，殊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经偷偷开始转动了。但是我内心还是特别难过，因为我失败了，我表白失败了，我就太痛苦了。朋友看我太难过，带我去玩了一个类似剧本杀的剧本，是角色扮演的，每人一个本，翻过来才知道自己什么角色。我一翻，舔狗 A。我读那个剧本，每天给女主角写情诗。我说，哎呀，我看这个女主角眼泪下来，我说你知道吗？我是你的舔狗。那女孩看脸自己剧本啊，我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你。这就是真相，朋友们，我悟了，舔狗永远读不了女神的剧本，但是我又触底反弹了，舔狗的剧本里，舔狗才是主角。我再也不当舔狗了，以后别人一说，哎，富航，我跟你分手吧，你长得像泥鳅，我就嘿嘿，你杀青了，在我的剧本里杀青了。从那天开始，跟异性发微信2分钟不回，直接拉黑。我妈找了我3年。
我表面装作坚强，我说哎呀，爱情嘛算什么，对不对？但是我内心里边容貌焦虑还是深深刻在我身上。有一次我在家里太难过了，我哭了。我突然想起他说我黑，我就特别认真，我想看看我妈妈会不会骗我。我说妈，我黑吗？我妈说儿子你一点都不黑，你就是有点暗。我说连您也这么说我。我就去地铁环线来回坐，哭得满脸都是鼻涕眼泪。我去男厕所拿免费的卫生纸，我就跟那过来一个女的清洁工大妈，小伙子，你要上吊啊？我说上不上吊另说，你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相遇呢？这不是男厕所吗？男女授受不亲，您这个应该懂吧？他看着我就是老年人标准那套，就是我能当你奶奶？我什么没见过呀？你个小黑鸡崽子！我说你还给我起日本名儿，小黑鸡崽子！真的，当时容貌焦虑又触底反弹了，朋友们。我突然发现，我永远没法改变别人怎么评判我的容貌。我只能自信起来。从那天开始，我接受了，我就长这样，满脸痘坑，大鼻子，一眼大一眼小，但没问题，我就是我。你觉得我长得帅，就是我给你的福利；你觉得我长得丑，就是我给你的惩罚。我就是我。但是我一直不相信会有女孩爱完全的我，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女孩。那时候我刚穿上保安制服，我穿上保安制服，所有的同学看我，付航，我就 yes sir， 付航 yes sir， 我看着那个女同学，我说 yes sir， 好笑吧？她看着我说，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很帅。哎呀，我说what？不好意思，女人，我可能爱上你了。她一下就笑了，她就嘿，就跟着笑了。她一笑，我说这女人竟该死的甜美。我说我会娶你的。她看着我，10多年过去了，时光荏苒。上一次我见到她，我还问她，我说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这些。她说哎呀，我早就不记得了，别恶心了。但是付航，你要记得早点回家，我在家里等你。在这儿，我想非常认真的跟你说一句话：10多年了，所有人都说我是废物，但是只有你说我是天才。你教会了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管你的出身、学历、家庭背景，只要你敢勇敢的做自己，就总有人会爱你。谢谢。大家好，我叫门敲，哎，大家好。哇，刚刚有点温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把家里人吐槽个遍。然后，朋友们想要疯癫很简单，多跟长辈相处就行。真的，我发现跟长辈沟通太难了，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的职业。我说我是 HR， 所以知道员工的工资，他们理解为我知道所有人的工资。在他们眼里，我有超能力，我只要看这个人一眼，这个人头上就会冒出他的工资数字，你知道吗？所以过年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我赚多少，都是通过我打听别人赚多少钱。就过年的时候，我爸会说：“哎。”帮我看一下，你大伯退休工资高不高？你会不知道，怕我伤心啊？蛮高的。再帮我看一眼二伯，他退休也不知道，比你大伯还高，比你大伯还高。哎，我就知道，我们家翻身就靠你了，好不好？记住，你的目标就是退休工资要超过他们。我说爸，我的目标就是活到退休。最夸张有一次就是我舅妈给我微信里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她说：“哎，这是你妹妹发在朋友圈，说是她男朋友，帮舅妈看一眼这个人赚多少钱。”我点开照片一看，王嘉尔。我说舅妈，赚挺多的，你可以享福了。
舅妈说不愧是 HR 啊，随便问你一个人都认识。再跟舅妈讲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我说你不要害我，没有缺点，全是优点。舅妈说不可能的，没有人是完美的，总有些不足之处的。自己人想想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我说舅妈，你一定要讲什么不足之处，就是这个人没有上海户口。舅妈说那不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妹妹跟他在一起。我现在就是跟你妹妹说，叫她不要做梦了。我说对的，叫她不要做梦了。哎，所以歌里说的是常回家看看，对吧？重点就是看看，千万别老在家待着。因为常在家待着一定会发疯的。我最近就是在家太久了，我发现啊，我爸有点讨厌我。哎，可能说讨厌有点严重了，毕竟我们是中华民族，对吧？很讲究亲情的，血浓于水，对吧？我爸恨我。他不喜欢跟我讲话，我问他任何问题，他都是2、3个字就回答我了。我最近在学烧菜，因为我是一个做菜新手，我做到一个特别高端的菜，我不会做了。我说爸，这个番茄炒蛋，这个番茄怎么弄？煸一煸。我说什么叫煸一煸？哎，你们做过菜可能知道，我没有做过，想中国菜还能煸一煸呢？番茄怎么煸？从大到小煸。我说爸，什么叫煸一煸？他说，煸一煸，就是煸一煸。这里有点丑化我爸了，对不起。他不是这么说的，他用的是上海话，逼呀逼。这就是他的解释方式，朋友们，用更大的音量来重复原先的答案。他觉得我没有听懂，是因为他声音不够响。这种沟通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很不尊重人，像在训狗。你们训过狗吗？重复一个指令，然后期待狗听懂。我爸就这么训狗的，来，嘟嘟来，嘟嘟来，坐，坐，哎，坐，坐，师傅，好狗。真的，我说爸，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耐心一点，稍微跟我耐心一点解释一下，是亲生儿子吧？搞得你自，哎，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能去查百度。煸就是把食物放在热油里面加工到半熟，然后放在旁边做备用的一种烹饪方式。我说，哎爸，这个叫煸？他说对，跟我讲的一样。很难沟通，不但他不跟我好好讲话，我跟他讲话他也不听的。哎，你们劝过长辈改坏习惯吗？他们只要知道这个是坏习惯，就不会改，还会用一句很温柔的话来肯定你。这句话叫“哎呦，算你懂死喽”。我小时候劝他改什么坏习惯，哎呦，你懂个屁！哎，你们发现吗？我这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就是很极端的，只有懂个屁和懂死，很极端。我最近劝我爸改一个坏习惯，就劝他戒烟，因为他老咳嗽，身体也不好，年纪大。我说爸，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吸了。他说：“哎呦，算你懂死喽。”首先，跟你爸讲话，爹味不要这么浓。其次，你晓得不啦？你爸这个肺已经吸了40几年烟了，你不要害我。这个肺让他碰不到烟，他会坏掉的。我说我这么严重，为什么会坏掉？什么叫坏掉？坏掉？他说坏掉了就是瓦它啦。暴力沟通真的会让人发疯的。哎，我以为不在家，去上班在职场好一点，没有，老板讲话我依然听不懂。哎，我是个 HR， 我帮老板招人，我给他招的人、推荐的人，他总是不满意。问他原因，他也不好好说。有一次一个人面试没有通过，我问他原因，他说：“哦，这个人都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我差点气得说出那句包办婚姻的名言。我想说，感觉不是可以培养的吗？感觉。然后我还得跟那个面试的人去沟通，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过2天我就发微信给他，我说：“刘先生你好，面试过去2天了，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感觉很好。”我想完了，那我只能做个好人，给他个台阶下。我说：“哦，我们公司对你也很有感觉。对了。”
我们私底下说，你面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老板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如你呀？他说哦，被你这样一说，好像你们老板是有点不懂装懂。我说不懂装懂吗？你懂的呀。朋友们，微信聊天的时候，你懂的呀，后面一定要跟着这3个表情，对方就一定会懂。就是哎，你懂的呀。刘先生就懂了，刘先生说：“哦 ，HR， 谢谢你，我们之后有机会再合作。”我说：“好的，没问题。”后来我就跟老板说：“我说老板，你不能总说没有感觉，你下次要给我一个正当理由。”他说：“我没有，你想一个。”我说：“我想不出。”他说：“你必须想一个。”我说：“我实在想不出。”他说：“那你实在想不出，你编一编。”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最近歌手挺火的哈，我前段时间也去歌手了啊，我割的是右手，在做饭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右手的大拇指啊，当时流了很多血，就赶紧缠上纱布跑到医院。但是在急诊里，如果你伤的只是一根大拇指的话，你会看起来很像是在幸灾乐祸。真的，那里面有很多打着石膏的、坐着轮椅的从我旁边经过，我就在那儿。50步战100步啊，真的是。去挂号的时候血还没有止住，而我这个人呢，在受伤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容易撒娇啊。我当时就想，能不能先去看了再来挂啊？就在那跟护士讨价还价。啊，我们俩就像那种玩具店橱窗门口的母子。我让我先去看看，让我看看嘛，让我看看嘛。然后他就不耐烦了，一句话让我老实了，他那你去吧。你看他让不让你看？排队很慢啊，但问诊的效率很高。那医生当时就看了一眼，就说：“哦，你这个呀，我处理不了。你去那哪儿，那儿能帮你缝一下。”然后就把号给我退了，把号给我退了。我就说先看再挂号嘛，没人听，然后就只能又打车又排队又挂号，晚高峰真的非常的堵，我的血管也非常的通畅。到时候我说医生，我这个手指割伤了，上一家医院说他缝不了，让我来这儿。医生说啊，哦，那我应该也缝不了。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直接就说他缝不了。我当时直接又忍不住开始鼓励他。我说他缝不了，你就缝不了了吗？他说你缝得了，我也觉得你缝得了，你试一试呢，你试一试，没有关系的。那医生也非常不知所措，活了几十年没有经受过这种鼓励式教育。那最后还是勉强的答应，接过我的那个手指啊，拆开那个纱布。我把号给你退了，我真不会。然后他开始拿着我的拇指开始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说：“你看，你这个手指上伤口啊，现在已经分开了，你看到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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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你别弄了，你再这么弄，下一家也缝不了了。”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跑了2家医院都没能缝上？哎呦，我这个手可真是生不逢时。而且2家都是挺好的医院啊，都是挺好的医院。我就想起网上之前流传那句话，叫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说啊，我被治愈了，我被治愈了。我没被治愈，我被拒诊了。我当时看到那个科室里摆了一些书啊，我就在想啊，我现在自己开始学医，我来不来得及啊？来不来得及？来不及，因为看书没办法翻页啊。然后接下来又是同样的环节，开始给我介绍下一家医院。我那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看了一个，给我推荐下一个，在这猜我喜欢呢。我当时就看着自己的手，我说，这是一根大拇指吗？
这不就是一根接力棒吗？流着血一个一个往下传，4×100 cc 接力。上车的时候我都想跟师傅说，我师傅开快点啊，最后一棒了。到了第3家医院就真的很不一样，非常专业啊，一点都不草台。刚进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尤其那个保安最不草台，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当时着急啊，我走了近道，他说必须原路返回，走安检通道啊。我说安检通道，我现在这个样子还能伤害谁呀？对吧？我知道安检通道是为了检查一些管制刀具，对吧？管制刀具，我不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刀具才来看其实。还要检查，对吧？还要检查，对吧？然后，但是医生的确比较专业啊，医生非常专业，给我提供了2套治疗方案。第一套是手术缝针住院，第2套是回家自己愈合。我说啊，第2套是什么？我夜里在高架上跑了一圈。第1家医院说第2家能缝，第2家说他缝不了。第2家医院说第3家能缝，第3家说不用缝。我说你们要不先开个会呢，对吧？是怎么得出这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医学生的教材也分人教版和苏教版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不缝的话会怎么样？他说不缝的话呀，伤口就会长好。我说啊，多新鲜啊，对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这个缝了的话会怎么样？他说缝了的话，伤口就能长得很漂亮。我说很漂亮，是要给我缝一朵花吗？到时候我就是一手玫瑰。而且我不知道我手上的伤口长得很漂亮有什么用啊？然后以后跟人发生争执了之后，我直接扇他一巴掌，他说哦，漂亮，是吧？然后我就又问他，我说那不缝的话有多大概率能长好？他说大概80%吧。哎，我一听，我说那是不是差不多就是一进就能长好啊？他说不是，还是有20%的概率长不好啊。20%是什么概念啊？20%是什么概念？就是1/5。1/5是什么概念啊？1/5什么概念？他一直在考我，考我约分呢，在这儿。然后他为了能给我讲明白，还给我举例子，举的例子也非常的有针对性。他说1/5呀，就是你一只手啊，其中一根手指受伤的概率，它就是1/5。我说啊，真的要举这么生动的例子吗？但突然被他说的感觉1/5非常大，但接下来一句话，他让我觉得1/5很小。他如果你要手术缝针住院的话，需要1万多块。我1万，远大于1/5。我说不缝了，不缝了，不缝了。但你不缝的话，需要在那个病历上签字确认不做手术。我真的很残忍，杀人诛心啊！就是放弃治疗大拇指的责任书啊。他需要大拇指亲自来签。讲理吧，谢谢大家。其实我呀，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成熟美丽的。大家好，我是西西啊。今天我来主要是想跟大家坦白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呢是一名文艺青年，我当得太早了。我高中就喜欢大斌老师了。真的，那会儿高考动员会，老师问我们，你们以后都想去哪里呀？同学说清华、北大，我说大理、拉萨。老师很生气，说：“那你以后能做什么工作呀？”我说：“我能当作家、主持人、民谣歌手、酒吧掌柜、黄金左脸。”所以我高考结束就马上去了一家青年旅社里面做义工，在浙江一个古镇叫西塘。哎，我在那里生活。很荒唐，因为我是那个青旅里面唯一的义工，我以为我去那儿可以净化身心、洗涤灵魂，没有净化身心，只有洗涤灵。
每天除了打扫房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跟客人玩狼人杀。同学打电话问我西塘人多吗？我说狼人挺多的。然后那会儿大兵在西塘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叫大兵的小屋。嘿嘿，真有同道中人啊！我特地就去那里朝圣了。哎呀，不要嘲笑我，好吗？好的。去过的人都知道啊，就那个酒吧，它有一个环节，就是让每一个观众轮流讲出他自己的故事。一个大哥站了起来，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牦牛走了过来，亲了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神明了。啊！这个张飞是从哪来的？张飞，这也太装了吧！但我当时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下一个就是我。我能讲什么？我才高中毕业。我说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尖子班，模拟考试之后，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候，一头班主任走了过来，敲了敲我的额头。我知道，我要见到家长了。我当时在那个青旅里面待了1个月左右，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背包客、骑行的和大学生，搞得我当时一度以为是我们青旅有规定，不能接待有钱人。我在那认识了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人。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卖佛珠，最近开始卖盲盒，买了一个，打开是佛珠。当时有一个光头哥啊，在我们青年旅社里面常住，他头上没毛，但他脸上全是毛，他留络腮胡，我当时乍一看，以为他头长反了。光头哥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文青，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被社会时钟裹挟的人。他那会儿经常攻击我，他说：“像你这种只会死读书的人。”我说：“哥，我只考了一个2本。”他说：“你以后只会过那种最无聊的生活，你只会找工作、等升职、坐公务舱、住希尔顿。”我应当珍惜这份祝福。光头哥又说：“他说你要记住，你是为自己而活的，人生没有什么目的地是一定要抵达的。”我说：“我还没去过拉萨。”他说：“那你是白活了。”所以我大2那个暑假就决定要进藏。都说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但我没有坐硬座，我走路去。我是一边走路一边搭车了，还好吧，主要是搭车了。哎呀，走路太累了。我只是喜欢当文青，我又不喜欢运动。我当时年纪小啊，特别期待在路上碰到的人都是大兵书里面那种人，所以我一上车迫不及待问司机：“我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你是流浪歌手，还是地下诗人？”司机说：“我放年假。”我说：“那你逃离原生家庭？”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感情受挫？”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肯定有抑郁症？”他说：“不想做就滚下去。”我的小嘴巴就闭了起来。我意识到这个车里啊是禁止文艺的，这不是一辆文艺之车，这是一辆汽车。
啊，在那个国道上走了2个小时左右，又搭上来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上车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想去西藏？我当时真的很紧张，透过那个后视镜看了一眼司机，我说啊，我放暑假。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想去西藏，他离滚下去不远了。我之所以想去西藏，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误入了无人区，走了1天1夜。”我说：“哎，好耳熟啊！”我还没说话，司机也坐不住了。司机说：“这个开头听了7、8遍，这无人区怎么人山人海的呀？”我当时进藏大概进了10天左右，路程很苦，但真的很美，但真的很苦。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不了那样的生活了，我还是很想再去西藏的，但我要公务舱进藏，我要风光大藏。你们也能听出来，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但很多改变呢，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发生了。前2年我跟光头哥又见了1次面，在西塘那个青年旅社里面，距离我跟他第1次见面已经过去10年了，一切都变了。他结婚了，有了小孩，还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能看出来有些东西没有变，他还是没有长出头发来。我当时特别想跟他说：“乖，摸摸头。”那天晚上，我跟他在青旅里面聊天，聊得很晚。光头哥说要走，我说你要去哪里呀？他说：“哦，单位给我在附近订了希尔顿。”我当时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没有忍住开口问他：“你不是说人生没有目的地一定要抵达吗？”他没说话，但他的手机发出声音：“您的专车已经抵达上车点。”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江宇。先磕了一下，好尴尬呀！哎呀，然后第2年录节目了，然后确实还是不是那么适应。然后去年录完之后吧，然后就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工作，每次去都让我聊哲学，但我就是个本科生的水平，给我感觉是去答辩的。问我说：“翔宇，你怎么理解尼采？”我想说我没有选修这门课，尼采我都是在网上看的，我都怕说出来过不了查重，直接学术造假把我抓起来。我后悔，知网恢恢，疏而不漏。还有，因为我说我是应届生嘛，就老师让我代表年轻人，甚至有次非要宣传我是青春南大。我说别吧，我都27了，我只是延毕了。那你是不是只要在读书就一直是南大？整个宿舍一起延毕到80，哎，耄耋南大。啊，一起推着轮椅去上课，老师说：“同学们，我这门课今年可能会挂几个人呀。”我之前还去录过一个节目，主题就让我聊这个青年与中年，然后跟我对谈那个嘉宾是一个中年文艺老登，不是马老师啊，是我，那个人才是真的奇葩，我跟你说。当时我一进去，然后那人在那儿喝水，我说：“老师，您这个杯子挺漂亮的。”他说：“哦，我在日本买的，我之前是在日本留学，从小就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现在也没事就会飞东京去浅草散散步。”谁问你了？谁问你了？我一句话了解一个男人半辈子。我聊的不是杯子吗？没聊你呀，你在这儿装什么杯呢？后来又聊到那种什么中年爹味儿的话题，他就又来了。能理解你们年轻人，爹肯定是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呀，你听哥一句劝，你懂我意思吗？太诡异了，就是一个老登在教你面对青年困境。我的困境不就是你造成的吗？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山东的饭桌上听主陪大聊女性主义，这我都懂。孔子、孟子、上野千鹤子。然后我最难理解的一类工作吧，就是让我给建议，说给应届生建议，给年轻人建议，甚至给职场人建议。我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天天到处给人建议，我成专家了。妈咋的？本生专呀。我自我认知觉得我是靠讲脱口秀被大家认识的，就你让我搞笑我 OK， 但是聊别的我是真不会。哎，我是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人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你就可以掺和其他领域。你像现在很多人火了之后就会出书，当作家。我送过你。哎，以前出书很难的，你想想司马迁，你现在把《史记》和那种明星畅销书摆在同一个书店，司马迁看到什么反应？说啊，这样就可以吗？我受宫刑忍辱偷生值得吗？还迈不过这个人间不值得啊！他难道比我还切中要害吗？哎呀，我发现真的很多成功人士的建议都是废话。我看了很多，我发现无论是谁啊，给的建议里面一定都有一条，就是不要老是玩手机，多阅读，多生活。我又不傻，我知道阅读跟生活是好事，做起来没那么容易的。你没有试过在地铁早高峰看书吗？那书你都打不开。你想看只能这么举着，就这么努力，在古代得是个举人。旁边的人看着都觉得这人疯了吧，2号线犯贱。然后我真的也被人问过，说翔宇，你在人生的低谷会反复看的书是什么？我看的是《斗罗大陆》和《斗破苍穹》。就是那些崇高的思想、细腻的情感，你是要花精力去品的。你说你累一天，晚上回家瘫在床上，就不想看那种文学大部头，费脑子，砸脑袋贼疼。我看什么《平凡的世界》，我白天过了。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花60页。讨论是否要对恶人正直善良，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你看现在大家都喜欢看这个短剧、爽文，那不还是因为现实生活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吗？就你要真过成爽文，谁还看爽文？我就不信马云会看爽文。啊，一觉醒来我是千万富翁。马云说我破产了。哎呦，这种苦难文学，在这消费痛苦，不看，太压抑了，还是过我平凡的生活吧。我真心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过得好，但这是不是也像是一种幻想？所以我就不想给建议，我想拍个短剧，一觉醒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阅读和生活。谢谢你们，我是翔宇。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收到3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
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哈，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对，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因为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它的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您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你怎么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别人问他说：“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的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凝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衣服突然就死了。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这，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
我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哎，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哎，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来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眼。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1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地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
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样，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墙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真的招人，哎，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位，你薪水给到位，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位，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我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哎，我今天有点太好看了。真的，今天我看我自己，我说哇，人间水蜜桃，都有点不好意思讲我今天的内容了。我本来是想说我很抠门儿。因为虽然你们看不出来啊，但其实我对于时尚跟购物是一窍不通的。就在我心中，购物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这个都给我插下来，另外一种是这个都不是我弄坏的啊。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啊，我为了奖励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200块钱的外套，我高高兴兴出门去，一个朋友指着那个 logo 问我：“你现在是有钱了哈，几千块钱的衣服，你说买就买。”我想完了，搞到假的了。但我是个很诚实的人，还是跟他实话实说。我说啊，我也不懂这些，喜欢就买了。最近呀，一个朋友跟我说，你现在呀也是红了，我带你去趟香港，了解时尚，顺便呢勇闯富豪世界。一到香港，我朋友就说，你别把你的通行证弄丢了，放到我的 LV 钱包里吧。我说这就开始闯了。他把他的钱包拿出来，我说这个上面也没有 logo 啊。他把钱包徐徐翻开， LV 在夹层里。我说哦，图穷驴线。
我们俩在逛街的时候，他指着前面一个女生说：“他说你看，那个人穿的是假裤子。”我当时第一反应，我说什么是假裤子？就是他其实没穿。他那个是人体彩绘。后来我朋友带我去看香水，他说他喜欢祖马龙，因为很低调，但是别人一闻就知道是祖马龙。到这儿我真的忍不住了，我说这个别人，他到底是谁呀？他为什么一直对你望闻问切的？而且真的有人那么懂品牌吗？因为如果是我闻到别人的香水，我只会说嘿嘿，你好香啊。我就跟我朋友说，你是不是有点太被消费主义洗脑了呀？他说，那你回上海的时候，我帮你升舱吧。我说消费主义也好香啊。那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坐公务舱，我是非常紧张的。我坐那儿之后呢，想调座椅靠背，摸了半天，也没有摸到开关。你知道，主要是也不敢大摸，不了解公务舱，我怕我摁个啥按钮给飞机舱门弹开了。那样的话，我的惊呼声会显得很像祈祷啊，门！我当时特别想让空姐觉得我这个人体贴又有礼貌。当时空姐跪下跟我说话，我马上去了。我说：“姐姐，这又是何苦呢？”空姐问我：“橙汁和水，您需要什么？”我说：“我都不要，我要你好好休息。”不好意思，有点太油了啊。跟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我旁边一个12、13岁的小女孩，她的父母呢坐我们后面。起飞之前，空姐过来提醒我们两个人调直座椅靠背，我们俩都没动。她没动，是因为她不在乎规则；我没动，是因为我没动。我做不到她那么松弛，还是带着一些经济舱的拘谨，就感觉我虽然人到公务舱了，心还没过来，怎么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经济舱？而且我当时看着她，我就想啊，她躺得那么平，她不怕待会儿飞机起飞的时候，她从后面滑出去吗？后来我想，她不怕，因为她身后有父母托举她。而且当时更让我生气的是，她背了一个香奈儿包。我说：“你12、13岁，你上初中哎，你背香奈儿干嘛呀？你拿它装笔吗？”但是说真的，我是很羡慕他的啦，因为我爸从小就是穷养我，就对他来说，除了生存需求之外，其他都是浪费钱。我10岁的时候想吃榴莲，我爸就不高兴，他说：“你是真的想吃榴莲，还是因为它贵呀？”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馋呢？”我知道我爸可能怕我以后啊过度爱慕虚荣，但是榴莲有点太没必要了吧？那长大以后，别人拜金，我拜金枕榴莲。哎，我本来只是一个馋嘴的小女孩，在我爸那儿，我会成为一个榴莲捞女。其实我知道，就是当时在飞机上碰到那个女孩的那一天，是我整个人生当中第一次特别的想要一个香奈儿包。但多年的教育，使我决定买个假包。经过我详细的市场调研，我发现那种很真的假包，也要3、4千块钱。我当时问那个店家，我说：“这真的是假包吗？”他说：“哎，包假的。”其实我很清楚，我想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个香奈儿包，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很自在的感觉。但我还是想要一个香奈儿包，里面装满榴莲，
这样别人一闻就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丑男哦。其实我上周已经买了，买的真的。哎，说出来又如何？真的，我今年很想多赚钱，我想给我妈也买一个香奈儿包，给我爸买一个刮胡刀，手动的。他如果有意见，我就问他：你是真的想要电动剃须刀，还是因为它贵呀？谢谢你们。嗨，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啊，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他做的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啊，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我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你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
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哎，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儿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就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啊，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二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啊，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直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是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雅丽，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我假装吃掉，她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她以后这样伺候她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就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
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她。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那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啊，会限制到他，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他，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啊，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啊，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邓。看我干嘛？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她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她很喜欢啊，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啊，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是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啊，做饭不要切到手啊。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大家好，来，我们先回到人间一下吧。我们先我要讲一个我其实从来没有讲过的素材，就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船员，就是在开那种商船，在远洋做驾驶员，开那种大集装箱什么的。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感觉这个工作就是浪漫而自由。但是上了船发现，就是这个船上呢，就是偏偏没有自由，你知道，就是我们这工资很高，但是我们工资高都是拿我们的自由换的，就感觉很像在坐牢，你知道吧？就只是坐牢的人他是先挣钱再失去自由，我们是每个月按时给的。我们其实一出海就7个月，一出海就要跑7个月，你知道7个月
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好习惯，7个月210天，你可以养成10个好习惯。你要是实在无聊，你甚至可以先养成5个好习惯，然后再戒掉5个好习惯。哎，出海半年，归来仍是不良少年。我本来想我环球旅游吧，我是无聊，那我就当环球旅游了吧。但是你知道吧，就不是你决定的航线，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派我去非洲，就一直派我去。我本来也有一些航海梦想，想要致敬各路伟大的航海家，但我感觉我一直在致敬郑和。我天天待在南半球，我感觉我头上的旋儿都反了。就是你知道，在南半球待久了，你会特别想念北方。你会特别想念，我好想念我北方的福建老家。我做实习生的时候，反正还是有很强烈的航海梦想。但我发现那些老船员，就是他们完全对这些一切都非常的麻木。他们觉得这个什么航海就是上班，他们觉得一切都很麻木。见怪不怪。有一次我夜航过了一个群岛的时候，我甚至看到过一个火山正在喷发。我说哇，好浪漫！我说二副火山，火山。他居然跟我说，哇，我来了好多次了，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灯塔。灯塔没有冒烟的吧？人家虽然落后，也不至于灯塔烧柴火吧？他对一切都很麻木。我就像有一天我告诉他说，二副路飞，那里有个路飞，他会跟我说，我以为是个渔夫，他来了很多次了。那我们去非洲，我们其实是要经过很多海盗区的，我们是要经过海盗区的。这班人连防海盗都防的一种班味很重的感觉。就是他们防海盗是防给公司看的，好像就是海盗来了无所谓，但是如果公司发现你没有好好防海盗，可是要扣工资的。我们会在船舷边上弄那种一圈一圈一圈那种高压电网拉一圈，其实都没有通电，因为怕电到自己人。然后会挂一个牌子，然后上面写高压危险，啊，写的中文。这个电网是国家电网吗？海盗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了，写中文，你说怎么你就赌海盗里面有中国人是吗？就中国人只骗中国人。然后他们会在船舷边上放一个那种稻草人啊，假装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我说都这种时候了，咱就放一个人在那边会怎么样呢？你放一个稻草人在那边，你防海盗还是防海鸥啊？对吧？而且你就是稻草人没有成本，那你要放你就放一排嘛，你就放一排稻草人，万一海盗读过兵法对吧？他一看哇，草船借箭。然后他们请那种为了贪便宜，请那种3个那种安保人员上来保护我们。那3个安保人也不知道哪个国家请来了3个，枪都开不清楚。上船之后要试枪，我们扔了一个油漆桶在船尾飘飘飘远，他们就咚一枪打不到，咚一枪又打不到。我说那完了，油漆桶都打不到，那海盗要是化妆成油漆桶，那你不是更打不到？然后那个船长就很淡定，他就说：“哎呀，不要急嘛，到时候就打到了嘛。”我说这怎么让子弹飞啊？现在啊，什么叫到时候到什么？到30年后子弹正中眉心啊？我说你这个枪厉害了，你这个枪打出来子弹延时效果的啊？你这什么弹道啊？你这个弹道是衰迟弹道吗？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跟着我们跨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嘣嘣嘣就跑到那个西非的一个叫几内亚湾的地方抛锚，一个锚扎下去，然后3个安保人员就走了，然后海盗就来了。哦，真的，但那西非那边的海盗，他不是那种很吓人的海，他是那种冷兵器海盗。他的工作模式是半夜偷偷到你的船边，如果你没有发现他，他就会上来抢你的东西。但如果你发现他了，他就会假装自己是在捕鱼。他这个工作模式很特别。我们一般是上班摸鱼，很怕被发现，他们是一被发现就开始摸鱼。然后你知道，然后我们其实大概在那里抛了30天的锚吧，30天锚。然后那帮海盗就天天来。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很熟了。然后来了之后打个招呼，他就发现我们戒备森严，然后就默默的很落寞的离开，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领导交代说，嗨，今天又摸了1天鱼。但是你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们一开始只是7、8个人钓上来3只秋刀鱼的，但是他们每天都抢不到东西，每天都开始捕鱼，他们捕上的鱼越来越多。我到了进港前，他们看每天有时候能钓出10几条秋刀鱼上来。真的到进港前哦，他们有些不怎么来了，可能是发现就是捕鱼可能比做海盗挣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结局，对吧？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大概跑了6年船左右，跑了大概6年船嘛。我觉得到了后面真的是这样，我明白，就是什么浪漫的东西，你经常去之后，你就会很麻木，你对于一切都会变得很麻木。就是我觉得陆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在说什么哦，我很想要去马尔代夫，对，我想要去马尔代夫。但如果你经常去非洲，你要经过印度洋，你就天天经过马尔代夫。你经过马尔代夫，就跟你经过一家路上卖某劳一样。就是有的人还说什么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你人在海上，你心中就只有卖某劳。你在船上你吃不到，你船上你就只想要吃你吃不到的东西，你知道吧？船上有大龙虾，但你只想吃小龙虾。因为船上我太想吃麦某劳，因为大厨不会做，你知道，大厨会做华某式，但他不会做麦某劳。大厨会帮你做好什么汉堡，然后牛奶，然后苹果切片放在那边。我说那玩具呢？我记得我最后一个航次大概有跟几个实习生在国外靠了一个港口，然后下地之后，他们跟我一起下地。我说你们准备去哪里玩？他们说三副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沙滩，我觉得很不错。我说去沙滩，你们该不会是要去看海吧？我说我不去。他说那三副你要去哪里？我说我去码头整点薯条吃。谢谢大家，我是小罗。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三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知道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我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盐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再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
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只是用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哦，我真的我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纯，毛将焉附？但毛之不纯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文。哎，谢谢大家，感谢，的确非常有热情啊，真的。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呢，别人看见我也不管我说什么猴啊什么之类的，他们看见我都会喊一句话，就喊。这些呢是一些比较让我开心的转变，还有一些是让我感觉比较尴尬的。就比如我们这些演员会参加一些平常不会去的活动，类似于像什么扫楼啊之类的这种，他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配5个保安。我第一次去都懵了，我一到那儿看5个保安就站那儿，我一进去我就说第一句话，我说我错了，我到那儿我一进去，我看着那保安大哥，我非常认真，我说啊，保安大哥。你一天挣多少钱呀？他看着我，彪。我说啊，他说保镖。哇，了解。那大哥，请问你这个保安跟保镖有什么区别呢？他说保镖啊是啪，啊，保安是我说好。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看过那些什么艺人出来扫楼，所有人都非常疯狂，然后一上来就又抓你又挠你什么之类的，然后保安就拦着，我都想好了，我计划好了，只要一出去啊，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在这个扫楼的时候特别疯狂，保安只要一拦我们的粉丝，我就看着保安，我说别把我粉丝，别把我粉丝。你动我粉丝翅膀，我必毁你天堂。我都想好了，完了之后粉丝看着我说：“哎呀，付航好霸气啊！”第一个热搜，付航霸气护粉，我都已经完全想好了。然后保安呢，因为我一拉他一个踉跄，但是我一把我又拉住保安，我说我不光保护粉丝，我也保护你。第2个热搜，保安保护保镖。我计划的特别好，但是没想到
我一出去，所有的那些脱口秀观众就异常冷静。我小鹿门枪，我们几个刚一出去，我还走第一个，我看着那个观众，我说合影吗？他说不方便。我说那咱们往前走吧。那保安大哥特别专业，他就是这边是空气啊，他拦了2下空气，他这样拦2下空气。我说保安大哥，咱们就是太尴尬了，拦空气。我不让你拦，你就先别拦了。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往前走，走到一个拐角，突然蹦出来一个人，然后拿一根香蕉，掰开了，吃。那根香蕉就伸到我嘴边，距离我的嘴只有0.01公分，1/4炷香之后，我将会吃下那根香蕉。当时我面带微笑，我非常开心，我看着他，然后我看着那个保安，我说这拦一下。我说你拦一下啊！那保安哦，知道了，富航不许吃香蕉啊！我说拦他。所以说我录完节目之后，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其他人对我的态度完全就不一样了。我有的朋友，小学同学10几年没见那种，他们一喝酒就给我打电话，啊，就喝多了，喂，富航，让刘德华给我出一个祝福视频。我说我不认识刘德华，他就跟我说，哎，我在酒局上，我那个，哎，帮我圆一下。我说行吧，我说实在行，我行，那我把电话给华哥。然后我说啊，华哥给你电话。然后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你好，我是劉德華，就干这种事儿。还有一些什么亲戚之类的，过节的时候会把孩子推到我面前，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就这么高，然后对，学呀，你不是喜欢吗？学呀。那小孩去，拍身。不是，行了，别拍着。你喜不喜欢？你说实话，孩子，你喜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我一想，真的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特别适合什么。小的时候就是什么流行学什么，我是一个数学的纯学渣，就是100以内的加减法我得算2、3分钟，就是空算，但我不是智障啊。那个女孩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数学这么差，但是那时候特别流行一个叫速算的补课班，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对，在大街上有发小广告的那种，就是过来就说，哎，家长，你的儿子是速算天才，愿意来上一节体验课吗？我爸说不去。是免费的，那不早说。就带着我就去了。我第一次去上那个速算体验课，我永远忘不了。速算就是老师出一个非常难的题，特别难，几千加几千乘以10几，然后孩子呢不拿纸算，也不拿脑子算，拿手算，然后嘴里还嘟囔着，算起来就是这。真的这样。我当时第一次被我爸带过去，我在门口看，一排小朋友就跟那儿。我一直以为我爸给我报了一个骰子培训班，就是看开你喝，我是以为这样。我都不知道学什么，我爸说学进去学，然后我就学了1节课，老师呢要考验我们的学习成果，啊，就问其他同学，老师跟打了鸡血一样，刘子桓，那小孩，3355667加553321乘以15多少？那小孩好。3355114455331145，好，宝贝儿，请坐。富航，我说到。3355661加77553337乘以15多少？我说好。
老师说别让孩子算，再给孩子算死了。所有同学就过来拦我，我说别了，不算呢。当时同学走了，老师都走了，我还算呢。我一直算，因为我一直知道，我从小就知道，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后面还有一句话，就像我的人生一样。爱死你们了！当时呢，我自己学完了也感觉自己特别厉害。然后我出来，我爸，你知道那时候的家长，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就问你会不会。我爸跟门口抽烟，会了吗？我说这简单呀，我这有手就会这个。我说你摇你也会，这谁都会这。好儿子，回学校试试。我说没问题。到学校，其他同学做数学考试。他们有演算纸嘛？非常认真，就在那儿算。我不用啊。我就这么算。同学看我，老师我害怕。你怕个屁！你怕？你不算。老师从远处就走过来说：“哎，这哪班的？这个是？哎，这是哪班的？哎，孩子，哎，孩子，你干嘛呢？孩子，你不会做，给你奶奶叫下来，你也不会。我说我算呢，我不是召唤呢。他就把这个事儿就反映给我父母了，我父母就不让我学这个了，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样，我觉得今天没有作业我就特开心，我觉得人生没有烦恼，就感觉后面都没有烦恼了，但是烦恼永远是一个接一个的。学校里边虽然我没有补课班了，但是古惑仔又开始流行了学校里边出现很多那种黄头发，完了之后抽根烟，就跟那儿那种高年级先学古惑仔，学完了拿我练，拿抽根烟就指我，就是哎黑了吧唧的过来。我小时候也比较天真，我说来了，我怎么了，哥哥？怎么了，哥哥？每天给我5块钱，要不然扇你大嘴巴。我说哎呦，真是个噩耗哎。我说你别跟我幽默，每天给我5块钱，算算一个月给我多少？我说还得算。他说：“你是 dancer 吗？”我说：“不是。”他说：“你这支舞是献给我的吗？”我说：“不是，我这支舞是献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包括这些参赛的朋友们，因为我自己内心里真的觉得，什么天赋啊，什么魔王、大王都是障眼法，我们要做的是打碎这一切。”谢谢。嗨，大家好，我是小王，我爱你们，也爱自己啊。对，最近写稿写的有点焦虑，其实想每一期都带给大家不同风格的稿子，真的已经绞尽脑汁，我都想要不我写 one liner 好了，反正这个赛道已经变成蓝海了嘛。有点焦虑，你知道，我现在写稿有点注意力缺失了，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我现在看书完全看不进去了，我每次坐动车来上海都会带一本书，到了终点就看了2页，我说怎么行万里路读2页书？真的，我现在包里还放了那本书，是一本张爱玲，现在赛程已经过半了，第一炉香还没烧完。我现在连电子书都听不进去了，我听那个武侠小说，满脑子想的都是现代的事情。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情节是《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黄药师跟杨过2个忘年之交在那个酒楼上喝酒，然后遇到敌人，杨过就先冲上去打，就很奇怪啊，残疾人先上。
更奇怪的是黄药师他不帮忙，他兄弟在那打架他不帮忙，他就是在喝酒就算了，他还说了一句很气人的话，他说杨兄弟这套黯然销魂掌使得真是目眩神驰，我今日便要以杨兄弟的掌法下酒。我当时听到这个，我说掌法下酒，那不就是划拳吗？掌法下酒5、10、15，你杨兄弟都只能出到5。焦虑啊！其实我最近在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清爽一点，我在尝试戒烟了，因为我感觉我被烟困住了，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是想抽烟，我只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要抽烟而已。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走路本身是很无聊的嘛，当你走路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烟，你就感觉这段路走的不亏。我有一个朋友，他完全不喜欢走路，1公里都要打车的那种人，但如果你给他发一根烟，你说走走，他就跟你走。一根烟抽完了又走不动，再给他发一根还能走，你感觉像在投币啊！我觉得你给他2条中华，他可以徒步进藏。所以我就想着，要不我就出门不带烟了嘛。结果我烟没有戒掉，非常的恋家。其实出门不带烟，主要就找朋友要嘛，就找人蹭烟，反正他们都会发烟的嘛，他们给什么我就抽什么，就跟化缘是一样的，你知道吧？法号戒烟。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老是不带烟，他们就不发给你了，他们只会发给有烟的人。我说你发给我呀，他们有，你发给他们干嘛？你发给我呀，你发给他们只是锦上添花而已，你发给我才是雪中送炭，我就要你一块炭，火我自己有。有的人会建议我用电子烟来戒烟，说它这个东西可以替代真烟，你抽电子烟吗？我其实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电子烟它抽的那个东西是叫烟油嘛，对吗？那不是我们过滤嘴过滤掉的东西吗？啊，你抽那不相当于口罩摘下来反面拿来擦嘴吗？我之前看人咕嘟咕嘟在我边上抽电子烟，感觉很像你吃火锅的时候撇了一碗沫子，然后边上说哟，咵一口给你干。我是试过的，完全没有用，造成的结果就是我抽完一根烟之后，我需要抽一会儿电子烟透一透，有一种原汤化原食的感觉。他们跟我说，哎，这个可以替代真烟的，因为它也有尼古丁。电子烟最傻了，就是它也有尼古丁。尼古丁不是烟里面最差的部分吗？我为什么要找个替代品，只留下最差的部分？你会跟你朋友说，哎，你失恋了吗？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他一切都好，但是也出轨。这个电子烟还科技革命啊，叮铃咣啷一顿革命，皇上留下了。我就觉得你保留了电子烟，它不是变成了一个纯上瘾的东西了吗？啊，哎，假如你看电影里面有一个人物他在抽烟，你会觉得是人物需要、角色需要，对吧？如果你看到这个人物他在抽电子烟，你会感觉是演员需要。是吧？我就觉得用电子烟来替代真烟戒烟，就是完全是自欺欺人。就好像你说哦，我减肥我不吃碳水了，然后这边挂着葡萄糖，然后还安慰自己说，我这不是一般的葡萄糖，我这个是薄荷味的斩铁剑微醺葡萄。我就觉得，我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是想要戒掉瘾，但我不想要进入另外一种成瘾。有些人有的时候会为了摆脱一种束缚，会进入另外一种束缚。其实我当时学抽烟呢，也是想要摆脱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当然，这是一种很廉价的叛逆。但是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它真的叛逆吗？啊，真的叛？老师不让我抽烟，我就去抽烟；老师不让我留长发，我就去留长发。我也太好控制了吧？如果老师有天跟我说你可以抽烟，但是你不要吃槟榔，我说好，老师，那我去吃槟榔，对吧？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其实我不是叛逆，只是你想做一些别人不让你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其实现在想，我也许看不进书，但是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课外书，现在看不进。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课没了？就像我当时选择跑船，也是不想被现实中的事情困住，结果我被船困住了。但恰恰我唯一一次成功的戒烟就是在船上，因为你买不到就没得抽嘛。而且我在船上的时候，是我看书最看得进去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想，要不我去船上 gap 1年吧，然后我就翻我的证书，我发现已经过期了，更想去了。谢谢大家，我是小罗。也是红气养人了。
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呢。”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叫生气了，胃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 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着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代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
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哎，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和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哎，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丽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的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
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一场演出啊，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啊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的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啊，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啊，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啊，就现在的小年轻哈，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一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啊，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啊！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一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啊。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啊。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啊。又把我投诉了，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方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回消息。我朋友说你1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1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1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
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二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一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